方。避方鸟，青瑶医官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医官莫慌，这小鸟本座替你料理便是。好你个小畜生！小畜生，还敢烧我！ 人呢？回来了。神尊，去哪儿玩了？我随便走走。你都去哪儿了？我去了妖王洞、上清境，还有天池。哦，我去看逐日鸟了。逐日鸟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可好看了。那逐日鸟傻兮兮的，追着太阳猛飞，飞得还极快，跟一团火一样。 逐日鸟性格暴烈，你去看它没伤着。多谢神尊关心，我没有受伤。不过就算受伤了，那也值了。值了？我剪了它一根羽毛。本尊现在被禁足于殿内，你是殿里的人，不要到处乱走，平时没事就待在殿里。是。 对了，神尊，小仙有一事相求。什么事？那个神尊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们桃林中人呢都擅长医术，小仙也一样。自小我便和师姐跟爹学习医道，平日里行医炼药都是极熟的。可是自打小仙上了天宫以来，这看家的本事就搁下了。昨日里小仙还碰到师姐，被她教训了一通。正所谓学海无涯，不进则退。小仙 深感羞愧，所以小仙想冒昧的请求神尊，可否允许小仙将自己的房间改成药房，以供小仙配药炼丹，钻研医术？你懂医术？是。还会炼丹？对。那你自便吧。多谢神尊。元丰上神，青瑶医官呢？千瑶医官，
回来就进药房了，一直没有出来。药房啊？是的。他倒是悠闲得很呢，把他叫出来，说本座要见他。回禀上神，医官炼药是不能被打断的。云峰上神想见青瑶医官，要不再等等？等多久啊？那小仙不知。可否稍后再来？无情无义的女人，本座不见也罢。上神慢走。哎呦！天哪！快起来，灵犀！灵犀，你这不是在修炼医术啊，你这是在炼制法器呀！哎，我听说那个天雷真君的神火掌心雷，那是他的成名术法。你要是再这么继续练下去，你肯定能打败他。你快别说风凉话了，灵犀，我理解你身为整个天宫唯一一个地仙，心里有压力。但是做人要量力而行，你这修炼的方法有千种百种，你干嘛非要炼药呢？我看你食量很大，挺能吃的。这样，我师父当年传授我一套鲸吞大法，我教给你，然后再给你做一些灵气充沛的菜肴，你每天吃上个10桌8桌的，估计有个1、2万年就能飞升成仙了。哎，灵犀，灵犀，哎，灵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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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啊，你刚刚说的鲸吞大法，我觉得挺适合我的。我也觉得挺适合你的，教教我呗。嘿，走。怎么这么难啊？我就不信了。可查到了什么？师兄，幽都山内魔气太重，我无法进入，只得多方打探。听说当日列夷的族人立下血誓，化作了怨灵，逃离了富灵渊，救下了当时命悬一线的仲浩，一同进入了幽都山之中。仲浩也在幽都山。是啊，听司命说，师兄你元神离体进了幽都山，可见到仲浩了？我只见到了魔君。魔君醒了？不过他目前尚被困在封印中，而且力量是残缺的。以他目前的能力，是没有办法破封印而出的。力量残缺？他的元神之力，并不在他的体内。不在他体内，那在何处啊？还需再查。可是在……我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丝魔气。乐伯是当世最高明的医仙，也许他有什么法子可以封住魔气，不被师兄你所察觉。
也许吧，我会留意。神尊，云峰上山，你们是在说灵犀吗？知道就好，不要传出去，只是怀疑罢了。难怪他出现在长生海，神尊就重生归来。小仙还以为灵犀仙子，雪玉可爱，聪明善良，活泼机灵，落落大方，怎会与魔君有关？定是误会，定是误会。怎么回事？天雷打上门来了吗？就是他口中说的那个雪玉可爱、聪明善良、活泼机灵、落落大方的那一个人。灵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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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这就是你炼的丹？我怎么感觉跟我当暗器还差不多？还我！你懂什么呀？哎，灵犀，你这炼的是什么丹药啊？是能延年益寿，还是增加修为，还是什么疗伤驱毒的丹药？你是第一次炼出成丹吧？是啊，可是不管你炼的是什么丹，你都不能胡乱吃啊！这万一要是炼制的方法和火候不对，成了毒丹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十三，你上次说上清境有一捧望月泉是治寒之水，可是真的？当然了，早些年万灵院就有一个小仙童失足掉下了望月泉，不足片刻就险些丢了性命，那症状就跟咱们神尊得了寒疾差不多。后来虽说那小仙童捡回了一条命，但也是终日打摆子，天君就派他去看管逐日鸟，希望能够借助逐日鸟的火力去驱散寒气。哎，你们说，咱们也在院子里养上几只逐日鸟，是不是也能驱散神尊的寒气啊？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这么冷啊！这要是掉下去，肯定冻死了。不管了，试一试才知道。落花一色，惆怅两处歌。你送我月色，却无从勾勒。痛马倾盆而下，让月化作浪花去拍打。一丝生结果，飘过野性的水波，为你洗成一生的苦涩。神尊，十三说，万灵院的小仙童掉进去片刻，半条命都没了。你说什么？神尊，我的药炼成了，你看我跳进去没死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药王洞拿药了，我可以给你炼药的。你大半夜来这边就为了试药性？小仙这才练了第7路就炼成了，你说我是不是很有炼药的天分啊？这里冷，起来吧。哦，对，神尊可不能冻着，赶紧走吧。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神尊，你等等，小仙。
什么？你是说你炼的那个大药丸是给神尊的灵药？是啊，我昨夜试过了，吃了我炼的丹药，再往月泉里游2圈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神尊也是看到的，他还亲口告诉我说我很有炼丹的天分呢。灵犀，那我们以后岂不是不用再看药王洞人的脸色了？当然了，哦，不只是给神尊的灵药，以后你们想要什么，延年益寿啊，增补修习啊，解毒疗伤的仙丹，我都可以炼给你们的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灵犀。灵犀，你确定神尊说你有炼药的天分，不是扛冻的天分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就觉得你那个大药丸，跟神尊的灵药也差太多了吧？差哪儿了？我可有书为证，我都是按照书上说的练的，分毫不差。喏，你看，云峰上神，是吧？云峰上神。这是看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灵犀的药书。哦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岩心花，是炼制驱寒丹最重要的一味药材。可惜此花极为难得，踪迹难寻。一甲子才开花1次，开花之后需立刻摘下，半日之内需以特殊手法炮制，否则就失效了。我这次时间不够，只得用逐日鸟的尾羽来代替，效力是大大不及岩心花的。哎，上神，上神不是要找我们家神尊吗？怎么这就走了？神尊，师姐炼制的新的驱寒丹送来了。神尊，请吃药。你的丹药呢？既然证明药效都差不多，就不要浪费。有了师姐炼制的仙丹，你还愿意吃我炼制的丹药？都是一样。那神尊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取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小仙炼制的仙丹。仙丹？为何如此之大？小仙是第1次炼丹，还做不到像师姐那样炼化自如、凝丹随心。不过神尊你放心，小仙炼的丹药的效力虽然不及师姐，但也不差的，你就放心服用吧。神尊，既然你相信我，就别浪费了，都是一样的。哦，神尊，你要是觉得这不方便服用的话，小仙特意为你准备了刀和筷子，你可以把它切碎了，慢慢享用的。那小仙就告退了。小白，
这不能吃，不能吃啊，不能吃。还是你眼光好，知道我这是好东西。那就让我再好好琢磨琢磨，练出仙丹来给你吃，保你一举成为神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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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奇怪啊，去哪儿了？小白。小白，小白，你怎么在这儿睡觉啊？小白，这里是洗仙池。我听13说，犯了错的神仙会被人从这里扔下去，洗去仙骨，重归凡尘。你本来就来自下界，如今还是从这里回去吧。小白，以后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小狗，你都要聪明一些。人分好坏，神仙也一样，有舍异己为众生者，也有阴险歹毒、欺软怕硬、自私自利的。你也太笨了，白白跟了我这么久，也分不清好坏，就这么着了别人的道。
小白，你找小白呢？啊，好几日都没见他了。我也是。小白应该去哪儿玩了吧？或者在灵犀屋里呢？灵犀，他也好几日没出房门了。他在炼丹呢吧？那这一次也太安静了。哎，不管了，先找小白吧。嗯。小白，小白，小白。都好几日没看到小白了。灵犀，小白前几日在你屋里吗？那他去哪儿了呢？你们都不担心吗？担心什么？他出去玩，饿了自然会回来了。唉，现在狼心狗肺不爱来我们福音殿的哪只是狗，人更多。就那个袁同上仙，神尊刚回来的时候，他来我们福音殿那可勤着呢。结果神尊一被禁足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。说起来，这袁同上仙也挺让我失望的。昨日我出去办事，还看到他和紫光方生两人一起跟在天雷真君身后，亦步亦趋的，很是亲近。势利小人，以后这种人来我们福音殿，直接放狗咬他。狗在哪儿呢？这小白都不回来了。灵犀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说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这么大个院子，现在就剩我们3个人，你还成了个闷葫芦。司命，不知几位仙君来我们福云殿何事？可是找我们家神尊？他们来能有什么好事？仙子可否代为通传？我等有事求见神尊。神尊，神尊，上神，普化仙君，上神，我等前来通告上神，3日之后4时，请移驾紫云台接受公审。届时，天君和诸位上清尊者也会前往，希望上神不要迟到。公审？凭什么公审我们家神尊？上神撕毁战报，天宫万余名仙者联名上奏，要求重审幽都山一案。就凭这，审不得吗？上神，天族乃6界之首，没有法度不成方圆。本座执掌天宫刑法，职责所在，望请见谅。知道了。好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你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，你怎么跟他们混在一块儿了？疼，轻点。我也是在大殿向天君奏事，这普化仙君来了，天君让我同他们一起来，我能如何？切！神尊，还有一事，天雷真君向天君进言，也是3日之后要迎元征的遗宝进功德殿，天君同意了。同时，他还请求从功德殿内请出神尊的龙牙战甲。什么？他是疯的吗？天君肯定不会答应的。天君答应了。什么？天君这个老糊涂，我看他真的就是……但是天君也说了，等到神尊公审结束之后，再行定夺。
夺？定夺个屁！你就少说两句吧。3日之后4时，请上神移驾紫云台接受公审。到时，也要迎元征的遗宝入功德殿，同时还会从功德殿内请出神尊的龙牙战甲。国师，国主出宫了。昆仑山？好像不是。国主屏退了侍卫，只带了石婆婆一人。那国主会去哪儿呢？不知道。不过什么？属下担心国主遇到意外，于是，在石婆婆身上下了千里香。如果国师认为有必要，属下可以跟上去。不必了。国主，500年前，老夫答应过你，要为你占卜这一卦。我算到了。会有这一日。打扰仙翁清修了。国主还是问人？对，问人。国主的孩子乃灵祖，且寿命漫长，占卜一次消耗巨大，以老夫之力，需60年一个甲子才能够占卜一次，且过程中不能够被打断。秦元，你来为为师护法。是。国主。仙翁，我的孩子是生是死？生。
国主的女儿没死。是你？真巧。是我。我知道。何人敢闯我南极仙州？你帮帮我。这南极仙州这么大，我去哪里找水月鼎啊？这是哪里啊？这是什么呀？这难道是能窥探人心的法宝？不对不对，我怎么能，我怎么会有亵渎神尊的想法呢？我对神尊那是敬爱，才不是那样呢。这就是能恢复万物的水月鼎。
怎么拔不下来啊？神尊，13自作主张给您换了新茶叶，不知是否合口？很好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擅自离开浮云殿？你听不懂吗？小白死了，我不知道是谁杀了他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。他一只凡间小兽，在这天宫上，连一棵草木都伤害不了。我不知道他能得罪谁。神尊，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定是有你自己的苦衷的。可是就算是神，也是有心的，你就不会觉得委屈吗？委屈是死不了人的。可小白死了。神尊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做错事的，你都是为了别人，你为了别人，你宁可委屈自己，也要顾全大局，庇佑弱者。因为你是战神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可林夕不过是这天宫上法力最低微的一个小仙，林夕不懂什么道理。林夕是不会给神尊添麻烦的。林夕退下。你知道是你犯错了吧？因为你，因为袁家，神尊无畏受千夫所指，为的是不想让袁家重蹈猎夷灭族的覆辙，而你们却恩将仇报。错已成错，我相信神尊定有他自己的苦衷。如今可以做的，就是保守这个秘密了。你若在那边
遇到小白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他。他胆子小，又贪吃，你要好好养着他，别让别的小兽欺负他了。什么人？你在这儿做什么？圆通上仙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没什么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神尊还在等着小仙呢，小仙告退。天猴神沙，上仙这是何意？你去过南岳之巅？小仙不知上仙在说什么。给我。什么？啊！自从这个东西套在小仙手上，就怎么也摘不下来了。我说的是战报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战报内容。看来你真的恢复了战报。交给我。既然你知道战报真相，为何不替神尊开脱？你可知神尊为了你们袁家，受人排挤，被人非议。你母亲还去药王洞断了神尊的伤药，让他饱受寒疾之苦，还要接受紫云台公审。你们这是恩将仇报。把战报给我。你不要逼我。不给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？你身后便是洗仙池，任何神仙只要坠入洗仙池，便会脱去仙胎，碎去仙骨。无论多高的修为，都要重新来过。你苦修了多少年才有今日的成就？哼，几万年总是有的吧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情。把战报给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那神尊怎么办？神尊不会有事的。我会亲自去药王洞求药。真的吗？我保证。我才不会信你。
神尊，这个是药王洞青瑶医官送过来的温阳丹。你看到灵犀了吗？灵犀？灵犀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啊，他好像去那个药王洞帮青瑶医官炼药去了。下去吧。是。你们近日去过幽都山吗？有些年头没去过了。我日前去了一趟，变化颇大呀，险些都没认出来。我就想找人问问路，但是没想到遇见了一位俏丽的小仙子，一时没忍住，就与她多聊了几句。上神不会是又多了笔风流债吧？哎，这你可就猜错了。这位小仙子不但不为本座的风采所动，反而暗中想要让他的侍卫打杀于我。后来我打探一番才知道，她竟然是现任山灵族国主的女儿。哎，这灵月国主有这样的女儿，可真够糟心的呀。也就是我，换作是别人的话，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啊，上神说到此处，倒让小仙想起了一桩趣事。一大清早聚在本尊的浮云殿，你们都无事可做了吗？哎呀，是没什么事儿，这不是闲暇之余特来探望师兄吗？今日是元征遗宝入住功德殿的日子，你们身为他生前的袍泽，不应该去观礼的吗？嗨，哪有什么可看的呀？想当年神尊把元征操练的哭爹喊娘的，他痛哭流涕的样子，我们都见过了，一件仙宝而已，不值得一看。说得好，韩章，你刚刚讲的那个趣事是什么呀？说来听听。就是凭什么幻想神尊的龙牙战甲，啊，换上元征的传心钉？那是功德殿，不是英灵殿，这不有辱神尊吗？他天雷老儿欺人太甚了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也让自己的仙宝入住功德殿，本尊定为你庆功。灵犀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13呢？一大早便出去了。差不多时辰到了，该去紫云台了。紫云台？我正好有公务要去紫云台处理，要不我随师兄一起？哎，听闻普化仙君得了几瓶瑶池佳酿，云峰上神，你老人家面子大，你去讨2杯也给末将尝尝。好说好说。哼，真是巧了，我还有笔账要同普化仙君算算。现在我去安慰一下他。那师兄先走，我们随后就去。神尊，神尊，大事不好了！何事？13他今天早上怒气冲冲地闯进功德殿。他去那儿做甚啊？他说，谁要是敢动神尊的龙牙战甲，他就活劈了谁。这没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已经劈倒了20多个天宫礼官，掀翻了2座偏殿。紫光已经带兵过去了。好13，决战的时候到了。神尊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属下立刻把天雷老儿抓下来，给你下酒喝。
胡闹！生儿，你可看见了？我袁家有今日之荣耀，全都是因为你，因为你不惧生死，奋勇屠魔。袁家的祖先以你为荣，袁家的弟子以你为荣。你的战绩必将列入先烈，受天下苍生供奉。大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唯有将错就错。无论如何，我绝不能让袁家万劫不复。请您保佑我。天雷真君到！老身见过真君。不必拘礼，请天君法旨。天君法旨。很多仙家都是赶往袁家的。元征战将好厉害，怡宝竟能入驻功德殿，咱们天宫可是许久没有如此盛世了。轻摇衣冠。离席。离席，离席，离席，你在哪儿啊？多谢真君，真君对我袁家的恩德，老身永记在心。可惜呀，可惜本座不是战神，不能以战神的名义将旧部遗宝放入功德殿，这对元征来说不够庄严。真君说哪里话？真君统领天宫战部5万余年，英勇奋战，这功绩谁人不知啊？可惜我儿福伯不能在真君的帐下听差。不过这次由真君亲自为他主持大典，也是不枉此生了。
袁老夫人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本座应该做的事情。元征将军在天宫的功绩，有目共睹，这是不可以抹杀的。我儿死得不明不白的，真君啊，日后我袁家还需你多多帮扶。好说，眼下还是以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为重。袁老夫人，请随我一起，将攒心钉送到功德大殿。正当如此。好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！背后施阴招，算什么东西？为何喧哗？启禀真君，这个家伙强闯功德殿，伤了一票礼官不说，还毁了2座偏殿。属下将他擒来，请真君发落。混账！现在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吗？竟然拿这种琐事来烦本座！将他押到紫云台，听候天法处置。可是真君，紫云台今天要审问9臣，没工夫管他。将他押到一边，等候处置。是。放开我！背后施阴招，算什么男人？闭嘴！你有本事放开我，我们再来打过。你别太猖狂了。你们要将元征的遗宝迎入功德殿，我不管；要将我家神尊的龙牙战甲拿下来，我也随你。这样恩怨不分的功德殿，我们也不稀罕。但是你必须要将战甲给我送回来，恭恭敬敬的给我送回来。你们如果敢随意践踏我家神尊的宝甲，侮辱我福音殿，你13爷爷我就跟你拼命！臭丫头，你还真以为本将怕你啊？臭丫头！老子在战场厮杀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鸟呢，小子！你好了，把他压下去。是。副13，13，神尊，13没用。随本尊回去。是。站住！9臣，就这样把人带走了？真君欲如何？13，不懂规矩，擅闯功德殿，砸殿伤人，不可以这样把人带走。本尊自会带他去紫云台领罚。你一个犯错被幽禁之人，把他带走，有点不太合适吧？本尊自会向天君交代，不劳真君操心。哼！慢着！母亲，旧臣上审。今日承蒙天恩，我儿的遗宝入住功德殿，乃是我袁家的大喜之日。老身听闻，上神今日也要到紫云台受审。既然你我有缘在此相遇，老身想要问一问。你说。老身问一问，我儿元征是不是上神所杀？母亲，你不要再问了。请上神以道心起誓，莫要欺骗老身。是。什么？怎会如此？
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吧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终于承认了，他终于承认了，我这儿，我袁家的弟子，还有我10万天兵枉死的冤魂。九臣，数万年了，我袁家男子不惧生死，上阵屠魔，护苍生于太平，保6界于平安。你身为战神，杀我孩儿，屠我族人，害死了天兵，躲在长生海，你跑了5万年，此等仇恨，我岂能再容你？袁家的弟子何在？在！布阵，杀敌！母亲，不可！真君，真君，这是他们2家的事情，本座不便插手。住手！神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灵犀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神尊，灵犀元气大伤。灵犀，灵犀，站住！身子疼。灵犀，真君，今日到此为止吧。有什么事可以过了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再说。这也不是本座要强留他们，那我又能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真相已大白，今日当着我儿、我袁家的列祖列宗以及众位先友的面，我袁家要一个交代。母亲，交代是吗？袁同上仙，袁老夫人很想知道真相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这么想知道真相，那就睁大眼睛，好好的看清楚了。元征，你醒醒！
假的，假的。真君，这占卜是假的，我儿他从小涂魔，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童儿，你相信你哥哥，他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去跟他们说，你哥哥他绝不会入魔的，这是假的，假的。神尊，神尊，你已入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这么多天兵天将。我元正死不足惜，我只求神尊可以替我照顾好袁家老少。我妹妹袁董，她年纪还小。我绝不能留你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家族，行人之事，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母亲，老夫人，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神尊自归来的那一日起，便决定担此罪，保你袁家。是你们自己咄咄逼人，将自己逼上了绝路。青瑶医官，此事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他怎么样了？青瑶医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灵犀到底伤得如何？外伤虽多，但没有大碍，细心调理即可。可这内伤就麻烦了，洗仙池的水不是谁都可以受得了的。他在里面泡了一夜，伤了根本，若是调理不好，这辈子怕是只能止步地仙，再无晋升的可能了。有劳了，医官。
神尊客气了。灵犀是我自家妹妹，别人可以不管她，我却是要管的。夜深了，都散了吧。属下告退。小仙告退。哎，我送你。13仙子留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想清楚了再说话。送也行。嗯。青瑶医官，我送你啊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照顾他。哎，这里是浮云殿，有13花烟，还有我师兄照顾他呢。放心吧。云峰上神是不允许我留在浮云殿吗？若是这样，我可以带我师妹回桃林休养。哎，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，哎，很重要的事情。嗯。哎，13仙子，我自己能走，你不用送我。我送你。哎，我就送你，怎么了？哎，开阳兄弟，我记得你有事情找我。绝无此事，你一定是记错了。韩，哎，你们继续。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。哎，青瑶医官，我有病，我要看病。青瑶医官，司命，我也有病，我病得更严重。青瑶，等等我。云峰上神。神尊还在里边，你要不要找他老人家试试？过来。哎呀，青瑶医官，请留步。上神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，只是不忍见你就这么满是怨气的离去。上神有话不如直说。好，那我便说了。可能你以前听说过关于我的很多不实谣言，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我。还好，现在还有时间。还好，我还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。还好，我还可以让你看到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。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吧，今天我看到你心有怨气，灵犀的事，我师兄也。青瑶，今日在功德殿外，你明明看见我被人欺负，为什么不救我？我救了呀，我去报信儿了。报信儿？那是男人该做的事儿吗？你都打不过他们，我就更打不过了。这不报信儿，如何救你啊？我若看见你被人欺负，我定会想也不想，立刻出手。这做人做事得讲求方法策略，这明知道打不过还要打，那不是傻吗？那不是傻，那是因为喜欢。以前你不是这么对我的。当年如我有难，你必定想也不想，立刻出手。我知道，你不接受我，除了因为我以前是男娇，让你心有别扭，更多的，你是怕遭人耻笑。其实不仅仅是你，想必旁人也是如此。就因为这样，我们娇人一族大多都只能族内通婚。男娇还好，像我这样的女娇，要想在外族寻求一段美满的婚姻，简直是难如登天。这就是命，我早该认命的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当真？你并没有瞧不起我？当然没有。
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就？主要是我们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我们哪儿都不合适。你说出一条。我们身高不合适。我们每次并肩同行，我的压力都很大。每次我跟你说话，我都仰着头，我很累的。都是借口。你就因为我以前是男教，可是我都说了，我现在是女教。这不是男女就合适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云峰上神呢？他也是男的呀。他是个花心大萝卜。那开阳，我跟他一起桶里洗过澡。韩章呢？哎呀，他娘们唧唧的。那倒是。不过我承认，你比他还娘们儿。但是我就是是感觉。对，是感觉。感觉不对，人就不对。十三，我对你就是没有那份感觉。其实，我们还是可以做回朋友的，像以前一样，把酒当歌，毫无顾忌。你还能做到吗？应该能吧。这一切都是命。如果我一开始就化为女娇，第一次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就是个女人，想必就没有今天的种种了。可是又怎么可能呢？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又怎么可能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人？我自幼无父无母，一个人在大海里长大，从小就被别人欺负。有幸认识神尊以后，我就特别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性格粗犷，大多都是因为开阳、韩章那些家伙的影响。你是不知道，在军中，如果不硬气一点，真的会被欺负。我刚进军营的时候，就因为我是个娇人的原因，所以常常被他们欺负。13，和你分开以后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他们跟我说，如果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的话，是不会变的。思明，我想，我应该就是特别喜欢你吧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想太多。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呗。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。是。思明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能帮忙。你说。我虽已是女儿身，但我却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女人。你司管凡人命数，必定见多识广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带我去瞧瞧，那凡间的女子到底是如何的。我当是什么事呢？这有何难？你可以随时去司命殿查看。只是，
不要再像过去那般对我了。不会了，你多虑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？我想一个人静静。那我走了。我真走了。思命，思命，你还在吗？思命，你走了吗？臭司命，还真是说走就走，给我等着！禀告神尊，东海杜宇求见。正殿候着。是。杜宇见过神尊。何事？请神尊出手，救救袁统，救救袁家。自袁家男子战死幽都山后，袁家全靠袁统一个人支撑。为保家族荣耀，他已经背负的太多了。若待天君下令，昨日的列夷一族便是明日的袁家。请神尊看在袁征将军的份上，救救他们吧。本尊问你，你要实话实说。是。当年的事，你与袁统早已知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神尊刚醒过来的时候，袁统就拿着袁征的家书想说明一切，为你恢复名誉，是小仙拦住了他。是小仙自私，想着以神尊的功绩地位是可以扛过去的。可袁家，神尊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小仙的错，请你大发慈悲，再救袁家一次吧。你之前宁愿被禁足受审，也不愿吐露实情，不就是想保护袁家吗？事到如今，能救袁家的，就只有你了。
要装了。神尊，你看到了？嗯。哎呀，疼！啊，胳膊疼。还装？这是神尊给小仙的吗？多谢神尊。神尊，你那么小气啊，就1枚。这紫气东来丹10万余年来，本尊只得3枚，1枚用于晋升上神，1枚用于神魔之战，此乃最后1枚。这么珍贵啊！那小仙收下。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神尊给的药，小仙要留着慢慢吃。药呢？是。现在就吃了。你以为洗仙池是好玩的地方吗？这次能活着回来，算你命大。好多了。你好端端的为何跑去洗仙池，又因何坠入其中？自然不是因为活腻味了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是被袁同上仙给推下去的。袁同。他要你便给他，何必跟他拼命？你一个小小地仙，不知道自己对上他没有胜算吗？我本来也是要把那战报给烧了的，可是他偏要抢，他抢我就偏不想给他。我就是觉得神尊为了这样一个人，饱受非议，很不值得，很委屈。你为这件事死了，便值得了？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神尊。袁同上仙的未婚夫来了，是来替他求情的吧？神尊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丹鸟族，我们丹鸟族都是小肚鸡肠，记仇的很。他都要杀我了，我才不会替他求情，说好话。那你想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推他下洗仙池，退他仙骨，削他记忆，贬他下凡。我起码得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真心诚意的求我原谅，然后罚他100年不许吃饭，只能喝风饮露，馋死的。还有啊，他还得补偿我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海守将，一定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我要让他都赔给我，补偿我的损失。还有，神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随本尊来。神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
袁同拜见神尊。袁同愧对神尊。你为保家族不衰，藏下元征家书，隐瞒战报真相。这一切，本尊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，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，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你不该不择手段，妄动杀心。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。袁同有罪。你太年轻了，莽撞而且愚蠢。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，历经8万余年，终而能成为4大战将之首。你呢？你凭什么？袁同羞愧。这5万年来，你空坐其位，连半点都没学得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气度。今日，本尊要废你5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服气吗？任凭神尊处置。神尊，谢神尊。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。神尊不驱赶我族，还将我留在军中。袁同拜谢神尊。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灵犀仙子，都是袁同的错。还要罚你这100年间不得吃饭，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，都要给灵犀，当做你伤害他的补偿。是。走吧。你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多谢神尊为小仙讨回公道。本尊惩治袁同，乃公事公办，与你何干？哦。